有黨主席斷章取義自己的黨綱嗎？有，賴上。早上還在解釋什麼是台獨，晚上突然開口說沒有台獨的問題。果然，民進黨的台獨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他們所謂台獨就是要廢掉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所以建立台灣共和國制定憲法的新主張就在這裡講了一清二楚。這是民進黨的基本黨綱，公然違背自己的黨綱啊！黨主席啊，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憲法上叫做中華民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進黨還剩下什麼？反核變反核，台獨變消毒。天哪，至少我們還有音樂是吧？我說實在上啊，就是說這整個事情呢，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我是沒有想到說民進黨的這個縣市報來得這麼快哦，知道他今年一定會受創，誰知道在提川會上就被打成這個樣子啊！來，讓我們來看一下了哈，今天舒淇老師呢有接受了採訪啊，那他的講法我覺得挺有意思的。美國總統川普啊，在北京川協後表態，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獨立，引起高度關注，因為台灣人對統獨問題是非常非常高度關注的。國安會前秘書長舒淇啊，在一場座談會分析，這次川習會是台灣的轉捩點，北京對台政策已從兩岸談轉向美中談，若美中談再不成的話，最後可能只剩下自己來。舒淇形容了美國是台獨腳下的地毯，也是釜底的薪。北京這一次呢是釜底抽薪，所以這個是舒淇在最近啊川習會對台灣機會與挑戰的座談會上面呢來發表。那針對川習交鋒啊，川普與習近平在會晤的思維不同，川普是短線操作，面臨3場戰爭，能源危機、通膨、其中選舉壓力，有求於習近平。3場戰爭是哪3場呢？俄烏之戰、伊朗戰爭，還有台海即將可能的戰爭，所以他有一大堆打不完的戰爭，对吧？那另外呢，能源危機啊，通膨現在嚴重的影響到整個現在美國的一個社會非常的動盪啊。那其中選舉呢，目前川普的民調非常的低啊，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呢，有求於習近平啊，需要在短期內取得成果，包括我們講的5B4T 嘛。那針對台灣議題的舒淇表示啊，若外界只看到北京川習當下，可能誤以為雙方沒有談到台灣，但實際談的非常非常的多。為什麼？因為川普回去的路上，在飛機上就先講了台灣問題，落地之後又去接受福斯新聞網的專訪，談了非常多關於這個事情，包括誰？國務卿 Marco Rubio 也談了，他們甚至史無前例的第一次談到北京怎麼理解台海未來，他希望台灣人自發性的投票加入到中國，這是他們的說法。這是有史以來華府第一次這麼高級別的國務卿哦，國務卿是 No.3 哦，在華府啊 No.1 總統、副總統，再來是國務卿，而且你要知道，副總統如果總統給的實權少，副總統權力會相對小。國務卿呢是真正有實權，因為他掌理一個美國最大的部門，叫做美國的國務院。國務院呢不是內政部，很多人以為國務院是行政院，不是哦，這個國務院其實是什麼？就是外交部。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國這個國家建國很特殊啊，那外交問題又跟美國的整個帝國霸權銜連在一起，所以呢，它是一個完全把涉外事務擺得很前面，強調地緣政治，以國家作為整個主體，它像一個公司一樣，不斷在怎樣用各種方式去博弈，甚至用粗暴的方式去博弈。這就是美國的一個思維邏輯，它的一個整個美利堅合眾國聯邦政府就是一間巨大的東印度公司，它擁有什麼徵稅權、民政權，然後擁有軍事權、宣戰權。它其實是一個超大號的東印度公司，然後現代化的版本就是這個概念。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美國為什麼總統那麼重視外交？中國大陸也重視外交，但是中國大陸呢，它對外交的需求主要是來自於什麼？主要是來自於它對地緣政治需求的一個穩定性，而不是單單的就是把外交作為一個獲利的單位。這是美國第一次真正意義上正視中國的需求。中國需求很簡單，從17年講到現在，所以川普才講，我認識他很久了，中國想法沒有變過，就是台灣問題寸土不讓。我跟你講，不談也談。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引發了整個連鎖效應嘛。所以這叫做釜底抽薪啊。川普呢滿足了大部分的需求，但不是100%，給你一點東西。但留一點，相較之下，舒淇指出啊，習近平是長線布局，不局一時啊，也不在乎簽署文件。習近平主要是向川普與美國 email 傳遞訊息，希望美方尊重中方的大國地位、體制、力量、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什麼？就是台灣的主權問題啊。什麼叫尊重？
沒有討論的空間。你要跟我處這東西，你就要接受哦。所以我跟你講啊，中美3公報6項保證，6項保證其實是一定程度違反817公報。817公報講什麼？不得販售進攻性武器，並且軍購要逐年歸零。但6項保證當中有一項保證啊，保證美國對台販售武器，不接受也不通知，也就是完全不理會中國大陸，理會北京。所以這6項保證其實跟817公報是有一定程度的違和的問題。那今年之後呢，還有多場高峰會可體驗雙方是否能夠相向而起。也就是說，我跟你講，現在見面是這樣：5月北京，9月華盛頓，而且9月24號是中秋節的前一天。你看，習近平不在家裡團圓，跑去華府找他團圓，什麼意思？我們相逢有約。北京的說法是有安排，但沒有講確切日期。而川普是在晚宴典禮的會場上親自邀請到華府到白宮來拜訪，時間是9月20號，是講得一清二楚，非常 exactly 的。那接下來11月，川普已經說了 ，APEC 他會帶領高級別代表團去哪裡 ？APEC 11月在深圳，12月在邁阿密有 G20 4次。然後美國是台獨腳下的地毯，也是府邸的心。那如果美國對台灣或台獨或台灣的支持變得更弱，台灣原本依靠的支撐就會被抽掉，川普對台灣的支持會比過去更弱。那中共對台有3條路：兩岸談、中美談、自己來，包含武統。所以呢，這什麼意思？兩岸談，誰去談？剛剛一去談回來是誰？對啊，就鄭麗文去了嘛，對不對？美中談，川普到了北京，兩邊見面，自己來，做好武統準備。所以我之前跟楊森啊，跟他們在討論啊，他们很喜歡逼問一件事情，就是那台灣人到底怎麼面對這些事情。我說，你不用在乎大陸怎麼準備軍事，因為他一定會準備。他的準備是因為國家壯大了，他必然有強大的軍力，這個是一個必然的連結。可是台灣人面對這個要怎麼辦？你還有其他選項啊，你把主動權交給美中，那就是交出去了。所以兩岸談，要兩岸談。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民眾必須去思考，不要再以為美國會來救，也不要認為過去抗中保台路線可以繼續下去。好，講到這裡，其實解析的非常的透。那我今天呢，用了一個什麼叫台獨變消毒，我覺得這是什麼？這是聯合報的標題啊，要維持現狀，又要重新定義掉台獨。賴總統的消毒，華府會如何解讀？所謂台獨這2個字的意涵，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在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大家要了解了，台獨2個字的意思，其實是指這2個內容。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憲法上叫做中華民國，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大家知道的台獨是什麼？就是不要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賴清德真的是他媽的睜眼說瞎話。來，我們先了解台獨黨綱，民進黨台獨黨綱全文。基本黨綱，我們的主張建立主權獨立的自主台灣共和國，聽清楚了沒有？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叫做台獨黨綱。你看賴清德講第一句話，第一句話就在說謊。這2個字的意涵，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在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第一句話就是在說謊，他那個說謊得意的小嘴嘴又出現了。國家主權和國民身份的確立是現代主權國家對內建立法政秩序、對外發展國際外交的前提。台灣主權獨立，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且台灣主權不及於中國大陸，既是歷史事實，又是現實現狀。然後呢，台灣唯有獨立建國，才能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應有的承認和尊嚴，並保障台灣人民的生存發展，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的主張。所以台獨黨綱講得非常清楚，要建立主權獨立的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憲法主張。賴清德在那邊魚目混珠，自己斷章取義自己的黨綱，自己可以斷章取義自己的黨綱。你說高不高手？他們還真高手啊！明確目標，公民投票，國民主權，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制定新憲法主張。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講什麼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中華民國是災難。執政幾年了啊？繼續騙啊！民進黨黨章第1章啊，叫做基本綱領啊，
叫做我們的主張啊。而且我告訴你，裡面對中華民國實行了嚴厲的批判。一個黨主席自己斷章取義自己的政黨的黨章第一章，難道民進黨不要開除賴清德黨籍嗎？國民黨一意借着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虛構，維持大無當的中華民國五權憲法，並賴以長期維持反民主之統治特權。國民黨這一違背台灣主權現實的做法，不僅對內造成憲政僵局，也引起中共基野心。所以什麼？民進黨認為中華民國的憲法體制叫做大而無當，而且只會創造反民主之統治特權，並且說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虛構，這叫什麼？這叫9·2共識，並且反對9·2共識。這意思就是反對9·2共識嘛？再繼續唬啊，開口就說謊。原來賴清德不止寄生中華民國啊，他連民進黨都要寄生啊！來跟大家說一下什麼是台獨。民進黨的台獨哦，經歷過幾個變化。首先是什麼？首先他們要求的是法理台獨。法理台獨之後呢，叫做現狀台獨，然後最後叫什麼？以美謀獨。道理是這樣的，你看我這個牌子哦。民進黨以前開口閉口要法理台獨，那是在執政之前。執政之後，因為法理台獨必然會踩到大陸的紅線，所以執政之後，我們不用獨立了，叫現狀台獨。經典款叫做台灣前途決議文啊，我們已經執政了。你執政不是要法理台獨？沒有，我們現狀台獨了。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在憲法的名字是中華民國，叫現狀台獨啊。這樣因為還不能滿足獨派的，你知道嗎？所以呢，蔡英文就來了一招。李登輝開始叫中華民國在台灣啊，叫一邊一國論嘛。後來還成立了一個叫一邊一國連線嘛。台海兩化，一邊一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母法是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中華民國大陸地區自由地區人民關係用專法規定，那叫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時候偷換概念，變成中華民國大陸地區與台灣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這就是偷換。所以蔡英文是陸委會出來的，他很清楚這個偷換概念，所以就把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概念變成中華民國台灣，所以就被漢歌吹到天上去，叫2021年中華民國是台灣，所以簡稱叫中華民國台灣。現狀台獨，我已經台獨啦，我不需要再宣布台獨啦。我為什麼要宣布台獨？可是你知道他們在這過程當中，他們不斷在推廣一個概念，叫什麼？文化台獨，就是我繼續在文化上進行洗腦，把現狀給喊踏實，叫文化台獨。我們現狀台獨，我們自己認同也是台獨啊，我們是台灣人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啊，台灣的未來命運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啊。然後他們就是風雨生信心，你知道嗎？他們就覺得說，我在台獨有戲呢，你看年輕人都支持我呢，對不對？但殊不知什麼？你問年輕人說台獨好不好？當兵戰爭好不好？如果會戰爭，你要支持台獨嗎？我還是在家睡覺好了。然後最後呢，最後叫以美謀獨，因為他們文化台獨洗多了，有沒有？他們內部那種強硬派就越來越多，他們真心覺得老共是紙老虎。我跟你講啊，川普有個說法啦，我們不會在9500里外戰爭啊，什麼意思？以美謀獨，破碎，徹底破碎。蔣萬安最近狂嗆沈伯洋，嗆着沈伯洋滿地就找牙，只好每天在洗腦圈取暖。我們都是台灣人，就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應該要問的是，民進黨要刪除台獨黨綱嗎？他對這個可能有點不太了解。第一個，台獨黨綱刪不刪？不敢回答。你民進黨第一章就台獨黨綱啦。怎麼可以繼續北產？就是現在是台獨前途決議文啊，台獨前途決議文，他自己心裡面都覺得台灣前途決議文是台獨啊，他自己心裡都自己在想了。台獨的這一個台灣的這一個前途由全體台灣人民2300萬人決定。為什麼講到不順？你知道嗎？因為黑熊就是個徹頭徹尾的極獨派。為什麼搞黑熊學院？當初搞黑熊學院是因為民進黨當時在組建第2路軍，就是把有8萬的警察拉去射刺針火箭彈，等到打城鎮戰的時候，把警察變成什麼？變成高階民兵啊，作為第2路軍啊。他們現在誰還敢提第2路軍啊？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嗎？新聞報過出來，我高中同學就是警察，他們局裡就一堆人被拉去射火箭彈，所以他打從心裡根本不認同台灣前途決議文嘛。所以他講那麼卡啊，什麼台灣前途有2300萬人決定，真講不出來啊，超丟臉的，你知道嗎？因為暫時警察去當民兵，去當武裝民兵，然後呢，
黑熊下來接管民政，這就是他們當初的設想。為什麼警察要火箭彈？因為民進黨想叫警察去死，是說對岸的坦克上岸之後，警察扛着火箭彈，扛着反坦克火箭，去射這個嘛，去射坦克，懂了沒？你知道台灣前途學運誰寫的？你知道？你說誰是寫台獨黨綱？郭正亮啦。亮哥不是開玩笑的，他就等着被電吧！我告訴你，我跟你講啊，那你他媽沈伯洋什麼學士啊？每天在吹自己有多高多高，看了真的很賭爛，你知道嗎？你沈伯洋在美國執業過嗎？你不是法律專家，不是很會？他媽連台灣前途決議文都可以講成台獨前途決議文，大家都知道台灣前途決議文幹嘛的？替代台獨黨綱。我跟你講，沈伯洋就是那種最不用功，每天講吹，然後抓到幾個點，然後就拼命講得自己很厲害那種。當年寫台灣前途決議文的阿亮哥都好了。你們還抱着台灣前途決議文啊？媽笑死了！那作者都不要了，整天只會吹噓，還在那邊為了貶低蔣萬安，說蔣萬安是法學碩士，人家是正兒八經的法學博士，美國職業律師，受不了欸。可是我跟大家講，為什麼賴清德一定要沈伯洋？為什麼賴清德一定要沈伯洋？因為賴清德就是拿沈伯洋來對北京說，老子就是台獨幹死，幹不死往死裡幹，就這樣。這就是賴清德的做，因為沈伯洋是什麼？沈伯洋是北京的通緝要犯欸。民進黨這麼多人被通緝這麼一點點人，他偏偏要用，還沒正式宣布參選，就是說要把雙城論壇給幹掉。雙城論壇是幹嘛的？經濟交流、兩岸交流，唯一只剩下僅存的兩岸官方交流。我不是故意要入股，很抱歉，這就是黑熊的底色。我希望我們永遠不要驗證這件事情，但是賴清德選黑熊上來，他就是要跟北京嗆賭，說我就是要台獨。來，我們繼續看完。這是我們現在的決議文，現在沒有這個台獨黨，開口就在說謊。台獨黨綱就是什麼？第一章。你奇怪了，他為什麼會？他不是學法律的嗎？我才想問你，不是學法律的嗎？蠻同情他的，因為問題在賴清德，因為一位台獨工作者竟然說沒有台獨的問題，早上還在解釋什麼是台獨，晚上突然開口說沒有台獨的問題。果然大家說民進黨的台獨就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總統賴清德17號才定義台獨是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沒想到晚上又改口強調捍衛中華民國現狀，沒有台獨問題。我蠻同情他的，因為問題在賴清德。民進黨要不要刪台獨黨綱，被對手沈伯洋回嗆，沒有台獨黨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而看看民進黨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內容就是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但賴清德一天之內先是定義台獨，又說沒有台獨問題。國民黨大酸，請賴總統不要再硬凹了，不想成為麻煩製造者，就回歸92共識，到社會內耗。這個賴清德一直都視為台獨金孫的人呢，應該是哭暈了哈。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當台獨金孫他不台獨了之後，請問一下，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還應該存在嗎？為了回應美國總統川普的一句不希望有人走向獨立，賴總統急着解釋台獨意涵，但在野卻有不同詮釋，真的是很可悲啊！這是民進黨非常非常壞的地方，因為話語權在他們手上，因為司法解教在他們手上。蔡博士名氣夠大了吧，還不照樣抓訓官？高金素梅名氣夠大了吧，還不是一樣被收捕？反綠就是死罪，這個就是現在的民進黨執政邏輯。他們就是一個完全納粹化的政党，就這麼簡單，他就是個新納粹，徹頭徹尾新納粹，用的 logo 是納粹，思想是納粹。什麼是納粹？鑑別人群，不把不同意見的人當人看，一律要消滅。自傲狂妄人種論，哪一件事不對民進黨的極端派？哪一件事不對青鳥的說法？國家機器是非常非常暴力的，他真要對付你，你是絕對逃不掉的。這就是這個概念，主要還是要跟大家解釋這裡面的嚴重跟警告跟要命的程度。賴清德已經是瘋了，他所有人都是台獨，沈伯洋就是賴清德那條鷹犬，所以你不覺得很可悲嗎？拿着當年綠營抹黑韓國瑜那一套，再抹黑一次鄭麗文，是多有病！不要信那是什麼營銷吹捧鄭麗文，鄭麗文也不是完人啊，用神化他。但是現在他所遭受的批評跟抹黑，遠遠超過事實，都是造謠出來的嘛。不要再說一次了，再輸一次，退此一步，毫無葬身之地。